这次我决定一个人来关西旅行，体验看看大家说的独旅究竟是什么。一下飞机看到新的机器很兴奋，差点忘了要拿行李就要出关了。因为晚上11点才降落关西，所以会先住在机场旅馆。从2航下要搭接驳车才能抵达机场旅馆所在的1航下哦。关西机场内部就只有日航饭店跟我要住的这一间胶囊旅馆。旅馆外面竟然还有这一间24小时的连锁洞饭店，它有分商务舱跟头等舱。今晚我住在商务舱，来开箱看看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房间，不用睡上下铺。商务舱里面长这样，有一个可以上锁的柜子，可以放日用品，它还蛮深的，可以放得下很多东西。除此之外，也会附毛巾跟睡衣，整体感觉还不错。我床的对面呢，就是大行李寄放处，它有提供锁可以上锁，但也就比较吵。也有加湿器跟多的枕头跟棉被。那这个浴室里面，它还有大浴场可以泡汤，所以浴室虽然只有2间，但是也没有人跟我抢。睡起来很有安全感，甚至还有电视可以插耳机看。唯一就是被子有点薄。今天算是独旅的正式第1天，然后外面天气好像没有很好，但是现在要正式出发去大阪市区了。从饭店出来走过这个就到第1航下，然后就可以去搭车了。应该是来这里哦。我在网络上买了 JR Pass 的票，插入买票时使用的信用卡，然后输入设定的认证码，扫描护照之后呢，就可以领到车票咯。正在发行车票，请拿好车票。刚刚自己讲日文寄放行李，好酷哦！可是日文都只会讲1句，所以他问下一句我就不会了。饭店的对面就是 Seven， 先去买个早餐。现在已经快要4月中了，我要趁樱花凋谢之前赶快去一趟姬路城。一踏出姬路的车站，映入眼帘的马上就是姬路城。我现在才有时间来吃早餐，这个抹茶的系列。它巧克力的部分超甜的，但是它的抹茶粉是属于那种就是微苦的抹茶粉，所以会综合掉那个甜味。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会到姬路城了。感觉早上好像下过雨，地上都沾得湿湿的。我感觉80%的观光客都是西方人，好酷啊！姬路城是日本3大名城之一，跟熊本城还有松本城并列。它的城里面呢有1000棵樱花树，3月底跟4月初的时候樱花会盛开。漫步在城中真的是欣赏樱花很棒的一种方式。这个比较粉色的是枝垂樱，而现在满开的则是吉野樱。这是我的新玩具，它可以吸在所有磁铁上面。然后所以这里有一个路灯，它是磁铁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可以拍我自己跟这个樱花了，独旅救星啊！姬路城除了是日本第1名城之外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。很难想象这么大一座城，竟然400多年来都幸运逃过了战火跟天灾，才能够完完整整的保留到现在。因为它的外观就像白鹿展翅的模样，所以姬路城也被称作白鹿城。而它的天守啊，竟然高达31.5公尺，是日本现在存在的天守里面最高的。那我们来进去看看吧。天守阁里面有地下1阶跟地上6阶，
一进来就会看到支撑天守的大柱子，它不仅从地下1楼贯穿到5楼，而且它还是来自台湾的檜木。这里的这个东西啊，如果把这里打开来的话，这里有一个缝，就可以从这里射箭下去。上面的这一些竹子是用来挂火药啊、炮弹的东西的，是用竹子做的。然后这一片呢，就是上时候可以拿来挂武器，像这样。听说这里面是可以有那个武士躲在里面，但是现在也不能看。这里这一间可以看然后这里从地下室开始往上爬有6阶，结果呢，刚刚在第4阶的时候，好像是有一个人昏倒吧，就是有看到那个救护车，然后里面的人就是冲上去，然后楼梯超陡的，他们就全部这样冲上去，然后他们就拿一块布把那个人给围起来，就是有隐私的感觉嘛。然后他那个人现在已经上担架了，但是不知道他们该怎么下来，超陡的，连我走的腿在抖。天守阁的最上层呢，有一个刑部神社。传说过去天守阁曾出现妖怪，直到宫本武藏潜入城中之后才平息。而姬路城的守护神呢，就是刑部明神，他就化身公主现身向他道谢。如今这个守护神呢，就被供奉在顶楼这边。这里的这个就是斜的支架，听说就是支撑用的，然后地震的时候应该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缓冲。踏进姬路城绝对不只是参观，而是走进历史里面。每一个咔咔作响的阶梯，每一根饱经风霜的古木，全部都是数百年前留下来的真迹耶。接下来我要去寻找另一个传说。有一口井，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井。这里也有一个井，可是我是想要找阿菊，阿菊在哪里啊？我找到阿菊了，阿菊就在这里。就是听说呢，以前呢有一个女佣叫阿菊，然后呢，她就是被诬赖说她打破了主人的盘子，然后她最后就应该是跳到这里面去自杀了。然后呢，听说就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呢，这里面就会传出来有女鬼在里面数盘子的声音。这里的支垂樱很漂亮。我觉得正要卸掉的也很漂亮。好了，它应该已经卸掉了。我刚刚有学到一个知识，为什么这上下2个颜色不一样？其实是自然形成的，就是下面的这个石头啊，因为潮湿嘛，雨水淋湿之后，然后上面就长了苔，所以就变成这样黑黑的。这边呢，是因为这个屋顶刚好会挡到，所以这边就比较没有，所以这个是自然形成的。我刚刚学到的知识。如果下载姬路城的 App， 里面可以有一些像这样子的 VR 介绍。例如这边的石头可以看见一个人脸，然后旁边还有一块爱心石。这样子的话，你有看出来吗？接下来要去的是城里的西之丸，这是一条长长的木造回廊，
走起来很安静又很舒服。这里曾经是千姬的居所，还是德川家康的孙女。年轻的时候呢，政治联姻，所以嫁给了丰臣秀吉的儿子。后来战乱后被德川救出，就来到这里，嫁给了姬路城的城主，展开了新的人生。里面的百间廊下呢，就是一条超长的木造走廊，连接西之丸里面的各个建筑跟房间，像是千姬的起居室或者是女官的房间等等。那个时候作为居所的用途，但也有防卫的功能，所以还是会看到这种像石落的设计。那个石落终于看得下去了，就是可以从这里掉下去，其实蛮高的。或者像这个匣间，就是可以把枪炮放入射击的地方。这里也有一些现代设计的互动的机关，说明当初这座城是怎么样设计。这个很大的门是因为接下来在里面住的是女生，所以每天晚上会关起来，它是这样写的。我发现我可以走快一点，因为天气逐渐不妙。这西之丸从这边进去，然后走那个，这样绕一个圈，然后从那边再走下来。从姬路城出来之后，然后右转这边，好像走7分钟会到好古园。上一个去的国宝5城是全山城，然后我觉得这边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它一样也是当时保留下来的天守阁，就是没有被战争啊给破坏。然后全山城感觉是那种小而精致，而且因为全山城它在一个山坡上，所以它会需要爬上去。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大了，有点难以有那种战争的代入感，所以不像全山城那时候就会马上有一种好像要打到我了，然后我随时要丢石头啊，我随时要射箭啊之类的感觉。姬路城的门票是1000日元，但只要再加价50日元就可以买到好古园的通票。里面是重建了江户时代的建筑风格跟庭院的风貌。里面有一间餐厅叫做活水轩，可以一边欣赏庭园风景一边用餐，但今天要排队太久了，就先 pass。相较于姬路城，这边的游客少很多，如果有时间的人可以逛完姬路城之后再来这边散步。尤其里面有一间茶室叫做双树庵，可以在榻榻米上体验正宗的日本茶道，享用抹茶跟甜点。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很推荐可以来这边好好放松。姬路城在那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很麻烦。我早上吃了抹茶的时候太不在意了，导致全部掉到我包包里面。现在包包里面全部都是抹茶的絮絮，我所有东西上也都是抹茶的絮絮。刚刚吃的那间在外面叫木沙西，然后他的老板娘人就是很友善，还不错。不过现在3点了，我竟然才吃完午餐，然后今天太早起了，5点20就起床了，整个快睡着。晚上回到梅田吃烧肉，这一间店可以自己扫码点餐，而且中文友善。我点了牛舌跟和牛横膈膜，肉质超级美味的，而且店员也很活泼热情。里面还有很多吧台的座位，
有好几位像是下班后独自来吃晚餐的上班族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间超级独旅友善的店面。最后来开箱我这几天在大阪的住宿，跟昨天是同一个系列的胶囊旅馆，但是这几天是住更大的头等舱。房门口是一个拉门，里面空间超不像胶囊旅馆的，大到可以放行李箱。而且我住在最角落，所以几乎不会被打扰到。床底都是可上锁的收纳空间，还可以配备加湿器，真的是一大救赎。虽然要跟大家一起共用卫浴，但是里面备品跟设备都很充足，住起来很舒服。那就这样咯，晚安。踩到我了，踩到。